哇，这样真的太多好消息。好，我今天已经把它脱掉吧。好，又回到今天的苹果爹快报。今天的好消息很多哦，连2天的坏消息。昨天有一个观众传了一个消息给我，然后我有问我的消息来源，然后有确认了几个部分，我觉得都是还蛮好的消息，所以今天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会讲到的有预购上市日期流出，包含了 Apple Watch、iPad， 还有 iPhone 12、12 Max、12 Pro、12 Pro Max。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消息，就是 iPhone 12所有系列的电池续航力有流出来，这个有包含 5G 使用时候的状况下，然后 iPhone 12 Pro 的电池竟然比12 Max 还要小，两个都是6.1寸，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那最后我们会讲到 iPhone 跟 iPad 可能即将合为同一个装置，但是这个是在几年后，那我们最后再来讲。好，第一个我们就来讲 iPhone 12上市日期。现在除了上市日期，其实还有价格方面也流出来了。OK， 好，那我们就先来讲 iPhone 12 5G 5.4寸，64GB 是669美金，128GB 是749美金。256GB 是849美金，然后 iPhone 12 Max 6.1寸，这个也是 5G，64GB 是799美金，128GB 是849美金，256GB 是949美金。好，那再来就到 Pro。12 Pro 6.1寸这一款，他说就是 5G， 然后不会有 4G 的选项。那这个代表我们可能只会在12跟12 Max 这2个系列看到 4G 的选项。好，12 Pro 128GB 起跳是1049美金，256GB 是1149美金，512GB 是1349美金。然后12 Pro Max 也一样，就是只有 5G 不会有 4G 的版本。那这个是 6.7 寸这一版。128GB 是1149美金，256GB 是1249美金，512GB 是1449美金。OK， 好，这个价格以 5G 来讲，我觉得还能接受，因为至少起价1149美金给的就是 128GB 的版本。那我觉得对很多人而言，这个容量都是足够，更何况再加上 iCloud、Google Photo 或是其他储存照片、影片的方式的话，这个绝对是足够，所以就不用去买到最高的。好，那我们就来讲上市的日期。先前有说过9月8号是发表会，那这个发表跟上市的日期是不一样的。他们会发表的时候产品发表，然后会给你一个预购的日期，然后再跟你讲上市的日期。那我们先讲 Apple Watch Series 6还有 iPad 第8代，可以预购是9月11号，然后开始发货是9月18号。然后 iPhone 12跟12 Max， 那这边就没有细去讲 4G 或 5G 的版本。OK， 预购是10月2号，然后开始发货是10月9号。然后12 Pro 还有 Pro Max 的部分，预购是10月16号，发货是10月23号。那这个部分我有去跟我的消息来源去做确认，他给我的答案是，我去找一下。OK， 他说 As for now， 他说以目前看来进入量产的时程是这样子，这个是内部预定、预购跟上市的日期，最终有可能依量产的速度来做最后调整，但这是目前内部预定的。OK， 那这个是我得到的消息。可是我觉得可以预知的就是今年的量可能不会非常足够，因为整个量产的时程向后推，然后加上这个又是第一次设计的大改。好，那我不太确定说全国现在经济的状况是什么样，到底会不会像先前有设计大改？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iPhone 6还有 Apple Watch 第1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缺货真的缺得蛮严重的。那这一次虽然也是设计大改，但是又碰到疫情影响经济，会不会因为这样影响整个大家购买的意愿，然后变成不太会缺货？这个我就不太确定。好，那下一个就是非常好的消息，讲的就是电池续航力。OK， 那这个电池续航力的测试是内部他们要用来当行销文案的。好，那我们就先来讲电池容量确认的部分，就是12是2227毫安时，12 Max 是2815毫安时。12 Pro 是2775毫安时，比12 Max 小，虽然它们两个都是6.1寸。12 Pro Max 是3687毫安时。然后12 Pro 为什么里面的电池比12 Max 小一点？因为它的相机模组大于12 Max， 所以它的电池容量必须要缩小一点。然后有另外一个消息的说法是说，12系列就是12跟12 Max， 虽然在6.1寸它们都有一样的萤幕尺寸，可是边框的厚载度也是会有差，可是这个我就不太确定。那现在讲最重要的电池续航力，电池续航力这是怎么测试？其实就是内部和行销的文案。那记不记得每次新 iPhone 在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这一支 iPhone 11电池量等于去年的 iPhone XR， 或是高于去年 iPhone XR 1个小时。那就是以他们内部现在的行销文案来区分这个电池续航力。好，那我们就从最大的先开始，12 Pro Max 的电池续航力会等于11 Pro Max。
然后11 Pro Max 会大于12 Max， 然后12 Max 的电池续航力会大于等于12 Pro， 就是接近这样子。然后12 Pro 的电池续航力会等于11 Pro，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差不多。可记不记得11 Pro 其实是 5.8 寸，然后12 Pro 是 6.1 寸，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太好。然后11 Pro 的电池量是大于11，然后11电池续航力大于 SE2， 然后这个是最后，我觉得要买小尺寸的人要注意。SE2 的电池续航力会大于等于12，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就是可能是 5G 的影响啊，萤幕比较大，比较耗电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要买小尺寸 5.4 寸的人要比较认真考虑这一点。然后这消息是指出，因为 A14 是非常非常省效，然后可能在 5G 的状况下，这个电池续航力也不会有影响。那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毕竟不是很多人会使用到 5G， 所以这个体验感不会那么强。可是以我自己先前的经验是，比如说你在城市里或是在郊区里，那以你生活的状况会不会在一个定点很久，或者常常跑来跑去，我觉得这个对电池续航力的影响都还蛮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好的消息，对我个人而言，因为至少12 Pro Max 的电池续航力是等于11 Pro Max， 那我其实已经非常习惯这一款的续航力，所以哇，这样真的太多好消息。好，我今天已经把它脱掉吧。好，所以我们就来讲 iPhone 跟 iPad 可能会合而为一。那他们是说是在2023年的 One More Thing， 就是今年的 One More Thing 是 Apple Glass， 那就是在如果他们可以办实体发表会的状况下，然后2023年的话，他们就会发表折叠的 iPhone。那这个时候 iPhone 跟 iPad 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接近，这可能就是 iPhone 跟 iPad 结合为一个产品的时候。然后预期是在2023年，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有办法把相机藏在荧幕下面，所以就不会有任何的刘海，然后也不会像现在 Android 的手机会有开一个相机孔的洞。所以他们就会完全把所有的相机藏在荧幕下面。关于这个商品，虽然可能还有3年，可是我是蛮期待的啦。因为如果说以现在苹果自家设计晶片的效能看来，那你可以想象，譬如说带一台这样尺寸的 iPhone， 那你可能要工作，不管是做文书或是做影音编辑、剪片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翻开，它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大的 iPad 的形状，然后看你是要连接他们的键盘，或者是直接在上面做剪辑。我觉得哇，这个以后的世界真的是非常期待。好，那今天的问题就是，以我们现在看来所有的价格，还有它上市的日期的区段，还有它的电池续航力都已经有更确认的消息出来之后，那 iPhone 12你会买哪一台呢？还是你会不会买？那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比较麻烦就是我要预购很多次啊，就是 Apple Watch 现在要预购一次，然后 iPhone 12 5.4 寸要预购一次，然后 iPhone 12 Pro Max 6.7 寸要预购一次。我觉得这比较累啊。那你们呢？你们会为了等12 Pro， 然后等到10月16号再来进行预购，然后可能10月23号。那如果量不足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更晚才可以拿到你的电话，还是你们可能就直接买12或12 Max。好，那今天的快报就先到这边，终于有些好消息了。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